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，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被邻居的噪音影响，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往往让人无奈而又难受。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件邻居间噪音扰民的事情。我是一个城市普通打工者，住在一个老旧的公寓里。这个公寓有4层楼，每层有2户人家。我住在3楼的一间单身公寓里。我喜欢这里的安静和便利，虽然房租有点贵，但是距离公司和量贩店都很近，而且房东也不太管事。这个公寓是我在网上找到的，据说是一对老夫妇退休后搬走了，留下了空置的房子。房子虽然旧，但是还算干净整洁，只是有些阴暗潮湿。楼道里总是有一股霉味，墙壁上也有些发黑的痕迹，但是好在生活起居非常便利。房子的窗户外面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和高楼林立的都市景观。我每天早出晚归，也没有什么时间欣赏风景。我住进来已经有半年了，一直没有什么问题，直到最近我开始听到楼上的声音，有高跟鞋的声音，还时常有做爱的声音。那段时间我时常躺在床上，静静地听着楼上传来的低沉的声音和高潮时的娇喘声。那声音让我不禁想象起那个女人的模样，想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，长得如何，是不是像我想象中那样性感迷人。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那个神秘的女人。我意识到自己渴望看一眼她的容貌，更加渴望探索那肆意妖娆的身体，但又在心里告诫自己，这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，只能默默地享受那升腾的欲望和酥麻的感觉。我感到自己被这种感觉深深地吸引，又略带一丝羞涩，不禁想知道这个女人的故事。但无论如何，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感觉，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去打扰那个女人的私人生活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但那低沉的声音却在我的耳畔回荡，仿佛永远也无法消失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楼上传来的声音逐渐变得不同寻常。原本那低沉的呻吟声被怒吼和撞击的声音所替代。我听到了似乎是家具被打砸的声音，以及一个男人愤怒的声音。我不禁有些担心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，但声音太过嘈杂，我只听到了一些不连贯的词语和句子。我开始感到有些不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楼上打砸东西的声音越来越频繁，声音也越来越响亮。我感到越来越烦躁，因为这些声音经常打扰我的生活，让我无法入眠。我曾经向往过那个神秘的女人，想知道她的故事，但现在我只想安静地好好休息。我试图通过耳塞来减少这些噪音的影响，但效果并不是很好。噪音逐渐影响了我的生活，长期无法好好休息的我变得烦躁难忍。终于有一天，我敲开了隔壁王叔的门，想问问楼上是什么样的邻居。老王是一个退休的老头，一个很善谈的人，平时都很客气爱聊天。他经常和我聊一些他的退休生活和他的养花技巧，他总是笑眯眯的，很有亲和力。但是提到这个事情，老王突然很隐晦的不愿多说，他的眼神闪烁，他的声音低沉，表情严肃。我感觉到他有什么心事，或者什么秘密，但是我不好意思再问下去，我只能礼貌道谢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。又过了几天，无奈之下，我决定自己去试试，看能不能和楼上的人沟通一下。也许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，也许他们只是不太懂得与人相处。我想，如果我能和他们友好的交谈一下，或许他们会改变一些习惯，或者至少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于是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数次上去敲门，但是每次都没有人开门。我想应该是人都去上班了，或者出去玩了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留下一张纸条，写上我的名字和电话，希望他们能给我回复。
但是我等了好几天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。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，或者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。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，因为大半夜楼上有很大的声音，拖拉、敲打、移动的声音，就像在搬东西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就穿好衣服就跑上去了。我站在4楼的门口，敲了敲门，没有回应。我又用拳头砸了几下门，还是没有回应。但是我却听到了里面有人走动的声音，我确定他们在家。我大声喊道：“请问能不能开一下门？我是楼下的邻居，想和你们谈谈。”门内依然没有回答，只有那些拖拉、敲打、移动的声音继续响起。我感到一阵恼火和不安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理我？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别人吗？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，痛苦的呻吟声很微弱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？难道那个男人在虐待那个女人？我立刻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我心急如焚，不停地敲门，希望能引起里面人的注意，但是门内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有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我感觉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，我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只能等待警察的到来，同时祈祷那个女人能够平安无事。不久后来了2个员警，他们看到我焦急的样子，就问我发生了什么。我简单的向他们说明了情况，然后指住楼上的门。他们立刻上去敲门，但是也没有人开门。他们决定强行破门进入，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。我跟在他们后面紧张地等待着，不仅希望不要有事发生，也有一点想看看那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当他们打开房门后，我惊呆了，房间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张空荡荡的床和一些旧家具，没有任何人的踪迹。我和警察都一脸诧异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能例行地把几个房间都检查了一遍，但也毫无发现，只是一套普通的闲置很久的公寓罢了。正在四处查看时，一个老警察突然惊呼道：“这地方怎么这么熟悉？好像15年前那个碎尸案的房间。”我和年轻警察都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不敢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那个老警察走到我身边问我：“同学，你再说一遍，这是哪个楼栋哪个单元？”我颤抖着告诉他：“4巷10号4楼2单元。”那个年轻警察赶紧拿出手机查了查资料，然后脸色变得惨白。他说这就是那套凶宅。我听了他的话，感觉头皮发麻，心跳加速。什么凶宅？我问。那个警察看着我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15年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恐怖的碎尸案，杀妻后男人也割腕自杀了。”我惊恐、震撼，回想起这半年多，声音从吵架到打闹，从做爱到尖叫，从拖拉到敲打。难道那些声音都是那对夫妇的灵魂？他们在重复着他们的悲惨命运。警察们看到我惊恐的样子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安慰我了几句。由于在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他们也只能离开了。一起下楼的时候，一个警察转头问另一个说：“对了，当时这个案子好像因为第三者的插足导致的，那个妻子和邻居有染，被老公发现了，所以杀了他并且肢解分尸。可最终那第三者连一点责任都没负，逃脱了惩罚。好像那个第三者也住在这个单元。”姓王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